我出生时，只要手能抓到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，3岁后更是所到之处干涸的土地就会恢复生机。云游的道长见到如此奇景，连忙对我爹说：“您这女儿真乃福星降世，日后定能家族兴旺。”果然如道长所说，我爹一路加官进爵，在我及笄这年，爹爹更是给我挑选了无数豪门世子，可我却一眼看中了家道中落的长平侯嫡子。长平侯府如今落魄不堪，你嫁过去可有数不清的苦要吃啊！可我态度强硬，非他不嫁。爹爹见状，只好将半数家产作为我的嫁妆，来保障我的生活。可不料大婚当晚，世子竟对我百般羞辱，甚至将我吊起，活活打死。死后我才知道，他娶我不过是看中了我的万金嫁妆，来为妓女妾室抬高身份。再睁眼，我竟重生到出嫁这天。想起前世的惨状，我发誓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就在这时，丫鬟小兰急匆匆跑来：“小姐，今日长平侯府的大门未开。”我没说什么，只是轻轻点头。前世这时，温景然正在侧门偷偷将柳若烟接回家中。好在这一世，我不打算入侯府大门，于是让小兰去侧门查看。片刻后，小兰怒气冲冲地回来，指着正门破口大骂：“小姐，长平侯府欺人太甚，竟背着您偷偷在侧门迎娶其他女子！”看着一脸怒容的小兰，我淡然一笑。当初柳若烟便是从侧门嫁入，可她对此事耿耿于怀，时常以此刁难我。我本打算让小兰带人去讨个说法，不料身后却传来一道稚嫩的童声：“来人，给我将这个花轿抬回府！”肃王世子对着侍卫发号施令，侍卫当即将花轿调转方向，抬回肃王府。而顾流云则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，对自己的决定十分满意。刹那间，我感到一阵颠簸，却不知教外是何情况，于是连忙呼唤小兰。小兰愣在原地，直到听见我的呼喊，这才回过神，连忙叫人去追。围观群众也乱作一团，没想到有人敢抢长平侯府的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帘被人猛地掀开，下一刻，一个稚童钻入轿中，扯了扯我的裙摆：“快把盖头掀开给我瞧瞧！”我赶忙掀起盖头，却发现眼前站着一位7、8岁的男童，衣着华贵。看清我的脸后，男童高兴地拍了拍手：“你长得好生漂亮，这里是肃王府，今后你便是我娘了。”说完，他不顾我的反对，将我拉下花轿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陌生庭院。正在这时，小兰哭喊着追上来。顾流云瞪了他一眼，很是不满：“哭什么？我可是肃王世子顾流云，我爹是肃王，今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”我压下心底的惊悸，扶稳轿身，随后看向稚气未脱的顾流云，屈身行礼：“世子殿下，臣女并非自愿而来，还请您放我离开。”顾流云环起双臂，对长平侯府一顿贬斥。怕我不知情，他还提醒我，温景然早已将柳若烟娶回家。我大吃一惊，刚想开口，管家却突然出现，称肃王要见我。与此同时，长平侯府中，温景然怕柳若烟伤心，正耐心安抚她。柳若烟趴在温景然怀里，默默擦拭眼泪：“我一个艺妓，能嫁给您已是三生有幸。等将娘子过门，我便将她视作姐姐，好生侍奉。”温景然见柳若烟这般懂事，感动地摸了摸她的脸，两人你侬我侬。不料温母竟突然进来，见自家儿子还没去门口接亲，气得她直跺脚。温景然却一脸无所谓，毕竟在他看来，娶我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现在刚好给我一个下马威，给我长个记性。见他无动于衷，温母又将矛头对准柳若烟：“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艺妓，也配让你这般疼惜？”柳若烟渲然欲泣，不敢还嘴。温景然却很不满，将她护在怀里。当初他答应娶我，只是为了让柳若烟顺利入府。眼看母亲对柳若烟言语相加，他自然不愿意。温母拿儿子没办法，好说歹说，才将他劝到正厅。不曾想，小厮突然慌忙跑进来，将花轿被抢之事和盘托出。温父气得拍案而起，忙问我的嫁妆可还在。小厮沮丧地摇摇头，可温景然却不屑地笑了笑：“爹，您不是说那女人听话得很，随便找条黄狗与她拜堂就行吗？”温父满肚子怒火，正愁没地方发泄，见儿子尚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当即指着他破口大骂：“若非你执意要娶那艺妓，又岂会耽搁迎亲？”温景然被父亲吓了一跳，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态度大变。温母注意到温父动了真怒，赶忙让温景然将我追回。他点头应了一声，赶忙追出门去。片刻后又踉跄着回来：“爹，我去哪儿追啊？”“你这蠢货回来作甚？江疏言带着那么多嫁妆，还能跑远不成？”温父勃然大怒，将茶杯重重摔在地上。温景然浑身一颤，慌忙转身离开。顾流云完全不知道温府乱成了一锅粥，他高高兴兴地牵着我，扬起可爱的小脸：“娘你放心，我爹虽然脸臭，但权势胜过温景然100倍，定会罩着你的。”我看着这个小霸王，一个疯狂的想法涌上心头。既然嫁给长平侯府是死路，倒不如将计就计。眼前这个机会看似荒唐，说不定是唯一的生路。毕竟苏王顾彦辰是当朝战神，权势滔天，就连皇帝都要让他3分。更重要的是，前世记忆里，顾彦辰虽然冷酷，却是个讲理之人，并且由于边境连年战事，他也因此极度缺钱，甚至不惜变卖家产。而我江家世代商贾，穷的只有钱，我的嫁妆便是谈判的筹码。想到这里，我反手握住顾流云的手，
在他惊讶的目光中，我微微一笑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只好当你娘了。顾流云眼睛瞬间亮了，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，拉着我快步来到书房。刚一进门，我便清晰感受到一道极具压迫的目光。顾流云紧紧抓着我的衣角，似是有些害怕，但又不服输的扬起头。父王，人我抢回来了，就要他当我娘。顾燕晨没理他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压下心底的悸动，屈膝行礼。顾燕晨指尖在书桌敲了敲，让我如实说来。于是我将温景然假意迎亲，实则与娼妓私通之事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，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堪其辱的民女。恰逢世子路过，将我救下，我便随他一同前来。我故意略过被抢的过程，更像是自愿来王府。不料顾燕晨听完后，却对着我不屑一笑。好一出偷换概念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不过是想求得我肃王府的庇护罢了。我心头一紧，果然瞒不过他，但我并未惧怕，而是坦然迎上他冰冷的视线。臣女碍于情势所迫，不得不利用世子。若王爷肯出手相助，我愿意半数嫁妆，充作军资，求王爷给臣女一个安身之所，庇护臣女爹娘，免受长平侯府迫害。顾燕晨挑了挑眉，生出一丝兴趣。在我来之前，探子便向他汇报了一切，因此他早就知道我嫁妆不菲。他指了指座椅，示意我坐下，却在收回手时不受控制地抖了抖。我并未直接说想嫁给他，那太迂腐，但以他的智慧，能猜出我的言外之意。书房顿时安静下来，顾流云急得抓耳挠腮，想说些什么，可碍于他爹的威严，只敢躲在我身后，扯了扯我的裙摆。顾燕晨眉头紧皱，似是在权衡什么。半炷香后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起身摆摆手：“可以，本王3日后迎你入府为侧妃。”我垂下眼眸，并未多言，侧妃便已足够。走出书房时，我的后背早就被冷汗浸透。顾燕晨比想象中的更难对付，但无论如何，第一步已经完成，跳出长平侯府那个火坑，同时还找到一个更强大、更危险的靠山。不一会儿，顾流云追上来，瞪大亮晶晶的眼睛向我伸出小手：“你以后就是我娘了，对不对？”我笑着对他点点头。顾流云欢呼一声，蹦蹦跳跳牵起我去看院子。看着天真无邪的世子，我知道他便是我的福星。3日后，肃王府侧妃的聘礼抬进了江家，虽不及我嫁妆的1/10，但胜在规制齐全，代表着肃王府的态度与皇家脸面。我那2000台嫁妆也浩浩荡荡送入肃王府的库房，整个过程公开肃穆，无人敢动歪心思。随后，半数嫁妆按照规定押送边境，充作军资。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没人再敢议论我被长平侯府拒之门外，而是都聚焦在肃王府与江家的这笔交易上。有人说肃王行事霸道，还有人说我手段了得，攀上更高的枝，但我却置之不理。毕竟这些流言蜚语都被挡在了肃王府高墙之外。成亲当晚，王府十分热闹，尽管只是纳侧妃，但碍于顾燕晨的王爷身份，婚事仍十分隆重，京城权贵云集，纷纷向他贺喜。顾燕晨只是淡淡点头，以示回应。倒是顾流云这个小霸王，逢人便兴高采烈地夸他娘貌美如花，众人看在他爹的面子上，只好笑着附和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温景然竟也来参加喜宴。就在前天，温父刚得知我成了肃王侧妃的消息，便吓得当场昏了过去。刚一醒来，他就逼着温景然携重礼来向我赔罪。毕竟以肃王的权势，捏死他家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看着居于主位的顾燕晨，他恨得牙根直痒痒。在他看来，我一个商贾之女，既已许给他家，便是长平侯府之人。可肃王竟横插一杠，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。就在这时，我在王府丫鬟的陪同下出现，与顾燕晨行拜堂之礼。温景然远远观望，拳头死死攥紧。我走后，宾客开始喝喜酒，悲愤之下，温景然很快便喝得酩酊大醉。我回到洞房，坐在床上等待顾燕晨。房间十分安静，我仔细思考今后的出路，却在这时房门突然响起，我紧张地攥紧了裙摆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来人并未回应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我抿了抿红唇，肩膀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。下一刻，盖头被猛地掀开，映入眼帘的是温景然狰狞的脸。温景然浑身酒气，眼神里全是疯狂，他竟借着酒劲偷偷潜入了我的心房。江淑妍，你这个贱人，快把本该属于我温家的钱交出来！前世被虐待致死的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但这一世我有钱有势，绝不会再受温景然摆布。我攥紧拳头，心底的恨意翻腾。温景然，你疯了！别忘了这是肃王府，我的嫁妆是我江家的，和你没半点关系。温景然被激怒，疯狗一样扑过来要掐我脖子，我侧身躲开，顺手抓起桌上的酒壶，用力砸向他的脑袋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温景然惨叫着倒地，可他却不顾满头血迹，竟挣扎着想爬起来杀我。下一刻，房门却被重重踹开。在本王家中动本王的女人，你活腻了！顾燕晨站在门口，长袍随风摆动，他挥挥手，侍卫立刻冲进来，像拖死狗一样把温景然拽出去。房间顿时安静下来。顾燕晨走到我面前，手指捏住我的下巴，迫使我看向他。麻烦解决了，江小姐，该谈谈我们的交易了。他从怀里甩出一份文书，是半数嫁妆充作军资的收据。虽逃离了温家，但眼前的男人显然更难对付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问他想要什么。顾燕晨俯下身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：本王不要钱，本王要你江家在北京的所有商路。我眉头紧皱，下意识攥紧拳头。商路是江家的命脉，
他怎会知道这些？肃王的势力比我预想的还要庞大，但我明白，事到如今，我已别无选择。与其被温家吃干摸净，倒不如找个最强的靠山。刹那间，我便下定了决心，仰头看向顾燕晨。商路可以给你，可你要帮我，让长平侯府彻底完蛋。顾燕晨盯着我看了许久，忽然笑了。显然我的回答令他十分满意。作为肃王，权倾朝野的战神，他一向不喜优柔寡断之人，而我身为商贾之女，却有如此决断，已是十分难得。顾燕晨并未说什么废话，点头答应下来。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。我知道，我又一次赌对了。与顾燕晨相处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，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。我本打算问他可否让我亲自复仇，可正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管家急促的敲门声。王爷，长平侯夫人带人在门口闹事，还非要咱们交出温世子，还骂侧妃娘娘不守妇道。听到这话，我嗤笑一声。前世我被他们关起来折磨时，他们可没讲过什么妇道。现在钱没了，他们又开始撒泼。我转头看向顾燕晨，缓缓开口：王爷既然是找我的，我想亲手处理。顾燕晨没反对，起身示意我跟上。走出房门后，我看向王府长长的回廊，府外温母的叫骂声十分刺耳，可我心里却十分平静。从今天起，前世的账我要一笔笔讨回来。王府大门缓缓打开，洁白的月光洒进来。温母披头散发的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见我出来，她猛地跳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江淑妍，你这个丧门星，快把我儿子放了！你勾引王爷抢亲还要不要脸？我看着他这副泼妇样，不屑一笑。顾燕晨走到我身边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而是冷冷地扫视了一圈。原本喧闹的街道瞬间变得死寂。正在这时，长平侯温父带人匆匆赶来，刚一见顾燕晨，他原本阴沉的脸立马惨白如纸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直接跪在地上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哪还有半点侯爷的威风？那次无知冲撞了王爷，老臣这就带他走。温父一边说，一边疯狂给温母使眼色。温母虽然蛮横，可看见自家男人怕成这样，顿时吓得闭上了嘴，躲在温父身后瑟瑟发抖。温侯爷，你儿子深夜闯入本王洞房，这笔账你想怎么算？温父吓得浑身哆嗦，连头都不敢抬，只能一个劲的赔罪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那逆子胆大妄为，竟做出这般不知死活之事，理应由王爷处置。只不过将小姐的嫁妆能否请王爷归还？我看着他那副卑微又贪婪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痛快。他明明怕顾燕晨怕得要命，却还舍不得那笔巨款。侯爷，我的嫁妆已有一半充作军资连夜送走，剩下的都入了王府库房。你若想要，不妨去找圣上要个说法。温父听完，竟喷出一口老血，当场晕了过去。温家的人顿时乱成一团，抬着温父落荒而逃。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，我心里积压两世的恶气终于散了一半。可顾燕晨却突然回头看向我，柳若烟演得十分投入，催人泪下。可我却没等他演完，直接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那张伪善的脸，我心里只有冷意。下一刻，我示意侍卫上前，无视他的求饶，像清理垃圾一样把他拖出王府。柳若烟的尖叫声渐渐远去，我转身回屋，发现顾燕晨正玩味地看着我。他从桌边站起，走到我身侧，说出了一个坏消息：明天德妃举办赏花宴，特意邀请我前往。而德妃作为温景然的姑姑，绝不会放过我。这场赏花宴便是我的丧钟。不但如此，温家还打算弄垮我家的生意，逼迫我屈服。第二天一早，温家在生意场上的反击就到了。他们联合了几家大商户，想切断江家布庄和粮铺的货源。温父大概以为只要断了我的财路，我就只能乖乖滚回去求他。我坐在书房里，看着小兰送来的急报，心里只有冷笑。我让小兰传令下去，江家所有铺子都不要关门，并且全部降价30%，只收现银。我知道温家为了吞掉我家的生意，一定会不计代价的筹钱。果不其然，不到半天，消息就传了回来。温父为了吃下这批货，竟把长平侯府的宅子都抵押了出去。顾燕晨一直坐在旁边翻看兵书，见我应对自如，他便不打算干预。宫里派人来催了。顾燕晨掏出一块金灿灿的令牌，扔给了我。令牌上面刻着肃王府的家纹，沉甸甸的，拿在手里很有分量。在宫里，除了皇上，没人敢让你下跪。我收起令牌，换上了侧妃的华服，马车摇摇晃晃地驶向皇宫。看着高耸的红墙，我下意识攥紧了手心的令牌。宫门外，德妃身边的老嬷嬷早已等候多时，她看我的眼神阴冷且刻薄，仿佛在看一个死人。我并没有给她开口挑衅的机会，径直越过她往里走。嬷嬷好悬没气死，快步追了上来。侧妃娘娘，德妃娘娘可等你很久了。我步履不停，直奔御花园。我知道温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德妃身上，而我便要亲手掐灭这最后的火苗，与温家的账今日就在宫里彻底算清。御花园里，德妃坐在高位上，温母和柳若烟竟也陪在一旁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，可我却丝毫不惧，坦然与他们对视。见状，德妃放下茶盏，冷笑一声：江氏，你抢夺长平侯府家产，辱骂世子，还不跪下认罪！周围的宫女立刻围了上来，想强行按住我的肩膀。我冷冷扫了他们一眼，从怀里掏出顾燕晨给我的金牌，高高举起，金色的光芒在阳光下格外扎眼。宫女顿时吓得连退数步。王爷有令，
见此牌如见王爷本人。德妃娘娘，您确定要让我跪？德妃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死死地盯着那块金牌，涂满豆蔻的指甲掐进了手心里。她显然没料到顾彦辰会把这种保命的东西交给我一个侧妃。好一个肃王府，好一个江疏言！我没理会她的愤怒，转头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温母。温夫人，与其在这里告黑状，倒不如赶紧回去看看长平侯府的牌匾还在不在。话音刚落，一名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在德妃耳边低语几句。德妃脸色一变，手里的茶盏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身体微微发抖。我知道是温家破产的消息传进宫了。温母和柳若烟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却从德妃的反应中猜到一二，再联系我所说的话，顿时瘫软在地。我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微微行礼。娘娘既然没别的事，臣妾便先行告辞了。从宫里出来时，天色已经暗了。我刚上了马车，小兰就匆匆跑了过来。她兴奋地告诉我，温家彻底完了。由于还不上钱庄的银子，长平侯府的大门已被官府贴了封条，甚至全家都被赶到了大街上。我平静地听着，丝毫不觉得意外。早在他们打算对付我家那天起，就注定会有这一天。不一会儿，马车抵达王府，我刚进来就看见顾彦辰正坐在院里擦拭长剑，月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显得格外冷峻。他抬头看我一眼，收起了剑。德妃没把你怎么样？有王爷的金牌在，他又怎敢放肆？我走到顾彦辰面前，本想把金牌递还，可他却没接，而是目光深邃地看着我。温家宅子没了，但爵位还在，只要爵位在，他们就能去求皇上恩典。你要的除名还没彻底完成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温家虽没了钱，可仍然是侯爷，有翻身的可能。我正想开口，管家却急匆匆走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封加急文书。王爷北京出事了，江小姐送去的那一半嫁妆在半路被劫了，押送的士兵死伤过半。闻言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那一半嫁妆不仅是我的投名状，更是北京将士的军粮。若军资丢了，不但肃王府会被扣上监管不力的罪名，甚至连我也难逃一死。我连忙看向管家，向他打听劫匪的下落。顾彦辰捏碎手里的文书，整个人冷得像冰块。能知道行军路线，还能在境内动手，除了温家在军中的余孽，没别人。我深以为然的点头，下意识攥住拳头。温家这是临死反扑，想拉着我和肃王府一起陪葬。顾彦辰眉头紧皱，陷入沉思。片刻后，他的手指点了点石桌，缓缓开口：温家在军中并无多少死众，这批货他们运不远。我被顾彦辰的气场所影响，渐渐冷静下来，同时脑子里飞快闪过江家在京郊的所有商路和岸上。就算温家有军中之人接应，可大规模的运输粮草必须经过官道或者隐秘的思路。王爷，温家在军中有人，但我江家在民间也有眼线，这批货太沉，他们走不快。我当即叫来小兰，让她传信给江家所有的货站，只要发现大批不明马队，立刻放信鸽回传。顾彦辰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，我的表现又一次惊艳到了他。待我说完后，顾彦辰当即下令封锁京郊所有出入口。与此同时，落霞谷内火光冲天，温景然正指挥着一群黑衣人拼命往马车上搬运江家的箱子。那张原本还算清秀的脸，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狰狞扭曲。快搬！有了这些钱，我们便能去北京投奔胡人。到那时，我温家照样能东山再起。当我们赶到时，刚好看到这一幕，看着温景然在那里做着白日梦，我恨得咬牙切齿。前世他便是这样踩着我的尸骨夺取我的嫁妆。顾彦辰没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机会，直接抬手示意，身后的精锐骑兵顿时如潮水般涌入谷底，与温家残部混战在一起。而这场战斗比我预想的还要快，顾彦辰的兵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对付这些丧家之犬绰绰有余。半盏茶后，温景然便被人从马车上拽下来，死死地按在泥地里。我坐在马背上俯视他，嗤笑一声：温世子，东山再起的滋味好受吗？温景然满脸泥污，脸上全是恐惧和不甘。看到我后，他竟没有半分骨气可言。舒言，我错了，都是柳若烟那个贱人出的主意，你救救我！我休了他，娶你做正妻。听着他恶心的求饶，我真想直接给他一刀。顾彦辰走到我身边，长剑抵在温景然的脖子上，只要轻轻一划，就能送他上路。劫持军资，意图通敌。温世子，你的命不但保不住，甚至全家都要陪葬。温景然吓得当场尿了裤子，极为不堪。而我看着被找回的箱子，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就在侍卫将温景然押走时，他像是想到什么，突然狂笑着看向我：江疏言，你以为你赢了？雷妃早已在宫里备好毒酒，你爹娘现在恐怕已经进宫谢恩去了。我如坠冰窟，身体不受控制的抖了起来。温家这是走投无路，想拉着我全家垫背。慌乱之下，我竟直接从马上坠了下去。好在顾彦辰反应迅速，将我拉上他的马。我泪如雨下，哽咽着看向他：王爷，求您救救我爹娘。顾彦辰没废话，当即带着精锐骑兵直奔皇宫。耳边的风呼啸而过，我不停在心里祈祷，爹娘千万不能出事。赶到宫门口时，我远远看见江家的马车正停在那里，几个穿着宫服的小太监围着我爹，好说歹说要请他进宫。但我爹只是个老实商人，哪见过这阵仗？他呆愣在原地，满脸为难。我顾不得其他，用尽全身力气嘶喊：别下车！别下车！
我从马上跌撞着跑下来，死死挡在爹娘面前。几个太监见状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为首之人正是德妃的心腹太监。侧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请江老爷进宫叙旧。您这是做什么？叙旧？带上毒酒叙旧吗？滚回去告诉德妃，我江家的人他动不起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掏出顾燕晨给的那块金牌，狠狠拍在太监脸上。太监被金牌吓得连退数步。可就在这时，宫门内突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。下一刻，德妃竟亲自带着禁卫军走了出来。她目光阴狠，像是要把我当场撕碎。江氏，你死党军资还敢在宫门口咆哮！来人，把这逆贼全家拿下！闻言，我心里一沉，德妃这是狗急跳墙，要强行灭口了。禁卫军的刀剑已经出鞘，我爹娘被吓得缩在马车里。德妃以为这是在宫里，她这个宠妃便能一手遮天，于是更加肆无忌惮。可她却忘了，站在我身后的男人是手握重兵的肃王。只见顾燕晨翻身下马，径直走到她面前。德妃娘娘，本王还没死，你就想动本王的人？顾燕晨每走一步，周围的禁卫军就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他身上的杀气太重，完全是从万军丛中厮杀养成的。德妃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但她却强撑着不肯让步。肃王江家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你想造反吗？我瞥了他一眼，露出不屑的笑容。江家通敌，明明是温家劫了军资，想投奔胡人，这罪名还要往我江家头上扣吗？我立刻掏出温家密信，甩在德妃脚下。娘娘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通敌？温景然已经招了，劫军资、卖情报，每一桩都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德妃身体晃了晃，瘫倒在地。她知道温家这次是彻底完了。顾燕晨当即下令将德妃关押起来，交由皇帝亲审。禁卫军见大势已去，于是纷纷收起兵刃。德妃被侍卫强行带走，发出不甘的尖叫，而我却只觉心里一阵畅快。前世的仇今天终于报完了。可就在我准备带爹娘回家时，顾燕晨突然拉住我的手。别高兴太早，温家背后还有更深的水。将爹娘平安送回家后，我来到顾燕晨的书房。他坐在书桌后，手里把玩着温家的私印。见我进来，他推过来一张烧掉一半的残卷，上面二皇子的暗文清晰可见。我心里一沉，顿时明白过来，原来温家只是个幌子，背后真正想要军资和兵权的是二皇子。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事到如今，我已别无选择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抬头看向顾燕晨。既然二皇子想要江家的商路，那我便送他一条死路。我不再犹豫，直接在地图上指出江家在北境真正的运粮暗道。这些路线就连温家都不知道，现在却成了我给顾燕晨的投名状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的弧度，似乎很满意我的识趣。就在我们谋划接下来的对策时，管家连滚带爬地冲进来，说禁卫军把王府围得水泄不通，带头的统领举着圣旨，嗓门大的半条街都能听见。我站在顾燕晨身后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温家那封血书虽然荒唐，但在皇权面前，有时候真相并不重要。皇兄真是等不及了，他不仅没跪，反而直接拔出腰间长剑，剑锋在月光下闪着寒芒，那股杀气让门口的禁卫军下意识退了3步。我明白，这时候退缩就是死，我必须站出来。统领大人，温家通敌的真凭实据就在我手里，你们确定要助纣为虐吗？我举起从落峡谷搜到的二皇子私信，统领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，一个小厮急匆匆跑来，说柳若烟跪在午门外，要揭发惊天冤情。我心头一跳，柳若烟那个女人命真大，竟然没死在牢里。她在这个时候出现，绝对不是为了给温家伸冤，恐怕是二皇子安排的最后一击。走去午门！顾燕晨拉住我的手，直接翻身上马。我们带着一队亲兵，硬生生从禁卫军的包围圈里冲了出去。街道两旁的警务飞速后退，我紧紧搂住顾燕晨的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柳若烟开口。赶到午门时，那里已经围满了大臣。柳若烟一身素衣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手里还举着一张写满红字的布条。我看见她眼角的余光扫过我们，嘴角竟露出一丝诡异的笑。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，可我们却已经闯了进来。午门前的风刮得脸生疼，柳若烟跪在汉白玉地砖上，手里举着那张血红的布条，哭声凄厉。周围的大臣们交头接耳，看我们的眼神充满了怀疑。我知道柳若烟手里那张布条一定是温家死前被逼写下的伪证，指控顾燕晨杀人灭口。纣王为了独占北境商路，祸害长平侯一族，求皇上做主啊！我看着他那副演戏的嘴脸，心里只觉得可恶。二皇子这招狠毒，利用一个弱女子的哭诉来引发舆论，逼皇上下旨查办肃王。顾燕晨站在我身边，手按在剑柄上，一言不发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周身的杀气。你口口声声说王爷逼死温家，那你手里这张血书又是谁给你的？柳若烟愣了一下，随即哭得更凶了，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是一个忠心的家仆拼死送出来的。我没理会他的狡辩，直接从怀里掏出那张在江家货站截获的密报，上面记录了柳若烟在进宫前曾秘密出入二皇子府邸的行踪。我把密报高高举起，让周围的大臣都能看清。柳若烟的哭声戛然而止，
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他大概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却忘了江家是做什么起家的。在京城，只要我想查，没有江家查不到的踪迹。一个侯府妾室深夜出入皇子府，柳姑娘，你到底是为温家申冤，还是在为二皇子卖命？就在这时，午门厚重的朱红大门缓缓开启，一名老太监疾步走出，高喊：“皇上口谕，宣肃王和侧妃进殿面纱。”我知道，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。金銮殿内的气氛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。皇上坐在高位上，二皇子站在一侧，脸色阴沉。柳若烟被侍卫拖了进来，瘫软在地上。顾彦辰大步上前，只是微微拱手，连跪都没跪。我紧跟在他身后，手心里全是汗，但背脊挺得很直。父皇，温家血书在此，肃王劫掠军资，通敌灭口，证据确凿，请父皇严惩。皇上没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顾彦辰。顾彦辰冷笑一声，从怀里掏出那封盖有二皇子私印的调兵令，直接呈了上去。王兄既然想要证据，那本王就给你证据。这封调兵令，皇兄应该不陌生吧？皇上接过书信，只看了一眼，手就开始发抖。二皇子见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语无伦次的想要辩解。我看着二皇子狼狈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畅快。温家只是他们手里的一枚棋子，现在棋子碎了，下棋的人也该付出代价。皇上猛地拍案而起，将那封信狠狠砸在二皇子脸上。逆子，为了兵权，你竟然敢劫持北境军资！皇上下旨将二皇子禁锢府中，无旨不得出。至于柳若烟，直接被拖下去打入死牢。这场风波看似已经平息，但我看见顾彦辰的眼神里并没有喜悦，反而更加深邃。走出大殿，阳光有些晃眼，我刚想松口气，顾彦辰却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那座巍峨的宫殿。二皇子倒了，但北境商路的余图还有一份备份在别人手里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还有备份？难道温家背后除了二皇子，还有更可怕的人物？就在这时，一支冷箭突然从宫墙暗处射出，直指顾彦辰的后心。冷箭划破空气的声音尖锐刺耳，我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，身体却比反应更快，猛地扑向顾彦辰。他反应极快，搂住我的腰，顺势一滚，那支箭擦着他的肩膀，扎进了身后的红漆柱子里，箭尾还在嗡嗡乱颤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吓得声音都在发抖。前世那种失去一切的恐惧再次袭来。顾彦辰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眼神冷得像结了冰。他走到柱子前，一把拔下那支箭，盯着箭头上的刻纹，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这不是二皇子的人，是北境胡人的拓跋部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胡人？难道温家通敌不仅仅是卖点情报，而是连北境商路的布防图都交出去了？如果胡人拿到了地图，北境16州随时都会沦陷。回到王府，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江家货栈被封，意味着我的财路和情报网全断了。李德海这一手釜底抽薪，玩得真狠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手心里全是汗，脑子里飞快盘算着对策。王爷，我爹娘还在货栈，他们会不会有危险？顾彦辰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桌上的地图出神。他突然抬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。李德海想逼本王交出兵权去换你爹娘的命，江疏言，你选哪一个？我愣住了。兵权是顾彦辰的底气，也是北境的防线，而我爹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他面前，告诉他我2个都要选。我告诉顾彦辰，李德海想要的那张商路图其实是我爹故意留下的陷阱，那图上改动了3个关键的关口，只要胡人按图索骥，就会掉进死亡谷。不愧是江家的女儿。顾彦辰立刻下令，让亲兵伪装成商队，准备出城营救我爹娘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管家突然冲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血淋淋的纸条，上面写着我爹已经被人带到了城外的断崖，想要人就让顾彦辰单枪匹马过去。我看着纸条上的血迹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李德海根本没打算讲规矩，他是要顾彦辰的命。顾彦辰拿起长剑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满是绝望。如果他出了事，这天下还有谁能挡住那些恶狼？我必须做点什么。看着顾彦辰骑马远去的背影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李德海老谋深算，绝不会只在断崖设伏。他想要顾彦辰的命，更想要江家的钱。我不能只在府里等消息，我得用我的方式反击。去传信给京城4大钱庄的掌柜，就说江家要提现银，越多越好。我知道李德海在朝中根基深，但他李家的产业遍布京城，大半的周转资金都存在江家的合作钱庄里。我要在顾彦辰赶到断崖前，先断了李家的财路。只要李家乱了，李德海在城外的部署就会出乱子。小兰领命而去，我换上一身利落的劲装，带上江家最后的护院，抄小路赶往断崖。一路上我心跳如鼓，额头不断有冷汗滑落。还没赶到断崖，我就听见林子深处传来激烈的打斗声，那是顾彦辰的亲兵和李德海的死士交上了手。我握紧手中的短弩，借着灌木丛的掩护，慢慢靠近。远远望去，断崖边上，我爹被捆在木桩上，嘴里塞着布条。李德海穿着一身便服，正阴沉地笑着，而顾彦辰单枪匹马站在他对面，长剑已经染了血。肃王，只要你在这份退位诏书上按手印，本相保证将老爷平安无事。我听得心惊胆战，李德海竟然连退位诏书都备好了，他这是要扶持傀儡，彻底篡位。断崖上的风呼啸而过，
吹得人睁不开眼。顾彦辰看着那份诏书，嘴角露出一抹嘲讽，他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，压得周围的死士都不敢上前。李相，你觉得本王会受你威胁？那就看江老爷的命值不值钱了，动手！就在死士举刀砍向我爹的瞬间，我猛地从暗处冲出，手中的连弩连发3箭，正中那名死士的手腕。与此同时，我带的人马也从侧翼杀出，打了李德海一个措手不及。爹！顾彦辰趁乱飞身而起，长剑如雷霆般划过，瞬间斩断了我爹身上的绳索。他顺势一脚踢飞李德海手中的诏书，将其护在身后。李德海见局势反转，脸色变得惨白，他大概没料到我会带人杀过来，更没料到他的府邸此时已经被京城商会的人围得水泄不通。李相，你李家的铺子和钱庄现在全断了粮，你觉得你的那些死士还会为你卖命吗？果然，那些死士听闻后方失守，动作都迟疑了。顾彦辰没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带着亲兵迅速清场。李德海瘫坐在地上，看着被撕碎的诏书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我扑到爹怀里，确认他只是受了惊吓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顾彦辰走到我身边，收起长剑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我看不懂的温柔，但很快又被一丝凝重取代。李德海突然狂笑起来，他死死盯着顾彦辰，像是要把一个天大的秘密带进坟墓。顾彦辰，你以为救了江家就赢了？你可知当年害死你母妃的人，其实就在江家？我心头猛地一颤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顾彦辰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充满了质疑和挣扎。我如坠冰窟，难道我这一世的努力又要毁在一个未知的真相里？李德海临死前的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和顾彦辰之间。我感觉到顾彦辰原本扶着我的手瞬间变得僵硬，那股令人安心的温度迅速褪去。他低下头，眼神里先前的温柔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审视和彻骨的寒意。江疏言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爹吓得脸色惨白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拼命摇头，嘴里发不出声音。我知道这时候如果我不站出来，江家今天就会血流成河。李德海在旁边笑得疯狂，血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，看起来恶毒至极。王爷，这种临死前的挑拨离间你也信？他就是想看我们自相残杀，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李德海指着我爹，嘶吼着说当年的毒药就是通过江家的秘密商队送进宫的。顾彦辰的呼吸变得极其沉重，手已经死死按在了剑柄上，那种恐怖的杀气让我身后的护院们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江家真的那么干净吗？回到王府，我一头扎进江家的秘密账房。3天时间太紧，我必须赶在顾彦辰失去耐心前翻出真相。我没日没夜的翻找，终于在箱底翻出一张发黄的旧欠条，落款竟是宫里的一个老太监，而钱款去向正是当年顾彦辰母妃出事的地方。我心头狂跳，难道江家当年真的在无意中成了帮凶？还没等我细看，密室门被重重踹开，一股寒气瞬间涌了进来。顾彦辰带着一身杀气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封信，眼神冷得像要杀人。江疏言，这就是你给本王的交代。他把信甩在我脸上，上面赫然写着我爹和李德海勾结的细节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这证据来得太巧了，简直是想要我全家的命。王爷，这信是假的，我爹绝不会做这种事。顾彦辰根本不听，直接下令让侍卫去江家抓人。我急疯了，扑过去捡起那封信，指尖划过字迹时，竟然沾上了一抹湿冷的墨色。我心头猛地一震，这墨迹竟然还没干透，这信是刚刚才写好的。有人想借顾彦辰的手，在真相大白前彻底除掉江家。我猛地抬头看向站在顾彦辰身后一直低头不语的管家，他那副忠心耿耿的模样下，嘴角竟藏着一抹转瞬即逝的冷笑。站住！王爷，这信是现写的，内鬼就在你身后。顾彦辰动作一顿，杀气腾腾的目光瞬间扫向管家。管家脸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如果抓不住这条毒蛇，江家今天就彻底完了。密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我死死盯着那封信，指尖在字迹上一抹，指头上竟然沾了一层还没干透的黑墨。这封信绝不是10几年前的旧物，而是有人刚刚才写好，拿来栽赃的。我抬头看向管家，他跪在地上抖个不停，那副老实巴交的模样终于裂开了缝。管家，这信上的墨汁还没干，你难道是在梦里替我爹写的信吗？顾彦辰一把夺过信纸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反手一记重耳光，直接把管家抽翻在地。管家见事情败露，眼神里的阴毒再也藏不住了，他正要开口，一只飞镖突然破窗而入。顾彦辰反应极快，拔剑一挡，飞镖被震飞在墙上。我趁机冲上前，一脚死死踩住管家的手腕，不让他有机会吞毒自尽。我扯开他的后领，一个特殊的刺青露了出来，那图案我前世在宫里见过，是当今皇后的私人死士才有的标记，原来是皇后的人。顾彦辰看着那刺青，眼里的杀气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愧疚。他转头看向我，沉默了很久。我知道这封假信差点让他亲手毁了江家，也毁了我们之间的信任。江疏言，是本王偏听偏信了，我没说话，只是收回了脚。危机虽然解除，但皇后的手伸得这么长，连肃王府的管家都能收买。种种迹象表明，
他已经等不及要对我们动手了。真正的风暴恐怕刚刚开始，管家被带下去审讯了，但王府里的气氛反而更紧张。我知道皇后既然动用了潜伏多年的棋子，就绝不会轻易收手。我坐在厅里，心里飞快盘算着对策。既然他想玩阴的，我就从他母家的生意下手，断了他的财路。顾彦辰走进厅里，手里拿着一份刚送到的公报。他告诉我，皇后已经在皇上面前吹了风，指控江家富可敌国，却不遵法度，准备下旨查封江家在京城的所有铺子。皇后这是要断你的根基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本王送你出京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半点退缩。前世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一世如果不把这些恶狼杀干净，躲到哪里都没有。我不仅不走，还要亲自进宫去会会这位皇后。我站起身看向顾彦辰，王爷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时。他最怕的不是我，而是当年害死你母妃的真相。顾彦辰愣住了，他大概没料到我敢拿命去赌。就在我们商量细节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宣旨声。皇后身边的老嬷嬷带着一队禁卫军，直接闯进了王府大院，传皇后娘娘口谕，请将侧妃进宫礼佛3日，即刻启程。嬷嬷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顾彦辰下意识扣住了剑柄，但我轻轻按住了他的手。我知道这是皇后的请君入瓮，但我手里握着能让她万劫不复的底牌，臣妾领旨。我踏上进宫的马车，看着王府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合上。这一去，如果赢了，江家和肃王府就能彻底翻身；如果输了，便是万丈深渊。皇后，咱们的账该算了。坤宁宫的大门在我身后关得死死的，沉闷的撞击声震得我耳朵发麻。皇后坐在高高的凤椅上，手里那串佛珠转得飞快，却掩不住她眼里的狠毒。我跪在冰凉的砖地上，四周全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那些嬷嬷们阴森森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。她故意晾了我很久，直到我膝盖都麻了，才冷冰冰地开了口：江氏，你以为靠着肃王就能在宫外只手遮天？他想用这副高高在上的架势逼我低头，可他不知道，我早就看穿了他那副皮囊下的腐朽。我慢慢抬起头，直视着那双充满杀气的眼睛。我告诉他，我手里不仅有温家的罪证，还有当年北境军饷失踪的真相，甚至有他害死仙贵妃的线索。话音刚落，皇后手中的佛珠啪的一声断了。皇后不敢杀我，却把我关进了这间偏僻的佛堂。屋子里檀香味重得让人头晕，窗外黑影晃动，全是禁卫军。我知道他在等一个能让我病逝或者自尽的机会。我坐在冰冷的蒲团上，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。这深宫的夜冷得刺骨，仿佛要把人吸进去。深夜时分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老嬷嬷低着头端进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参汤。她手抖得厉害，碗沿撞在托盘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她把汤往我面前一推，眼神躲闪，甚至不敢看我的脸。我闻着那股餐味里夹杂的一丝苦涩，心里一片明净。侧妃娘娘，这是皇后娘娘赏的，快喝了吧。我没接，只是盯着那碗汤冷笑。这种手段前世我在温家见得多了。我直接把碗掀翻在地，黑色的药汁在砖缝里滋滋作响，泛起诡异的白沫。嬷嬷吓得瘫倒在地。就在她要尖叫时，佛堂的屋顶突然咔嚓一声裂开，瓦片碎了一地。下一刻，一个玄色身影稳稳地落在我面前。顾彦辰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那熟悉的温度让我瞬间安了心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准备带我冲出去。可我们还没跨出门槛，外面突然火光冲天，无数火把将佛堂围得水泄不通。皇后的笑声从层层禁卫军后传来，带着一种阴谋得逞的狂喜。她逼顾彦辰闯宫，就是为了给他扣上一个行刺皇后、意图谋反的死罪。我看着顾彦辰，他却异常冷静，从怀中掏出一枚信号弹，直接射向皇宫的夜空。我知道这场生死豪赌才刚刚开始。信号弹在夜空中炸开，像一朵血红的火花。皇后的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她指着顾彦辰，脸上的表情已经近乎癫狂。周围的禁卫军越围越紧，刀剑在火光下闪着寒芒。我知道他在等顾彦辰先动手，只要他一出剑，谋反的罪名就再也洗不清了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肃王行刺本宫，杀了他！我紧紧抓着顾彦辰的衣袖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顾彦辰却纹丝不动，他那双冷若冰霜的眼睛越过重重冰甲，看向佛堂后方的阴影。就在禁卫军准备冲上来的瞬间，一声低沉而威严的咳嗽声从黑暗中传了出来，所有的兵刃在瞬间停住。禁卫军统领脸色大变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我看见一个穿着明黄龙袍的身影缓缓走入火光，正是皇帝。他不知道在暗处站了多久，那张苍老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和愤怒。皇后的威风真是让朕大开眼界。皇后整个人瘫软在地，手里的佛珠散落一地。她大概没料到顾彦辰的信号弹不是为了招来私兵，而是为了给埋伏在外的御林军发信号，请皇上亲眼来看这一场好戏。我立刻跪下，指着佛堂地上的药汁残迹，皇上娘娘赐下毒汤，要臣妾自尽。王爷是为救臣妾才闯宫的，求皇上明察。皇上走到那滩药之前，看着地砖上被腐蚀出的白沫，脸色冷得像结了冰。他转头看向皇后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这就是你给朕说的礼服。皇后还想辩解，顾彦辰却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本厚厚的名册，重重地摔在皇后的脚边。我知道那是温家和皇后母家勾结，私吞北境军饷的所有证据。
句。皇后的脸色瞬间由白转灰，她知道自己的大势已去了。皇宫的长廊里，皇后的哭喊声渐渐远去，她被剥去了凤袍，直接打入冷宫。我跟在顾燕晨身后，走在出宫的路上，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原本以为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可看着顾燕晨紧绷的背影，我心里却生出一丝不安。今天多亏了你那份认罪书，只要王爷没事就好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明白，虽然皇后倒了，但这京城的风浪远没有停息。我们刚走到宫门口，一个小太监就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一封带血的密信。顾燕晨拆开信，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。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信上只有4个字：北境急报。温家虽然没了，但温家在北境的余孽竟然勾结了胡人，趁着京城动乱，直接攻破了江家商路守着的那个关口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那个关口是江家商队的必经之路，现在被胡人占了，意味着江家在北京的所有生意和伙计都成了胡人的囊中之物。更可怕的是，胡人手里竟然有江家的内部布防图，那图只有我爹有，怎么会落到胡人手里？顾燕晨死死攥着密信，眼神里杀气腾腾。他告诉我，这说明江家内部还有更大的内鬼，而这个内鬼等级比管家还要高。本王必须立刻带兵北上。江疏言，京城现在也不安全，你得跟我走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温家的报复还没结束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可能一直躲在暗处看着我们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皇宫，心里发誓，不管是谁想毁了江家，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城墙上，那是失踪已久的柳若烟。她穿着一身胡人的服饰，正对着我们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。我心头一震，难道她才是连接胡人的那个关键？寒风凛冽，夹杂着关外荒漠的沙尘。我和顾燕晨带着精锐骑兵连夜赶到了北京，关口已经被胡人占领，到处是断壁残垣。我看着江家货栈被烧毁的旗帜，心如刀割。柳若烟站在高高的城墙上，那一身胡人装束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他身后的胡人将领正贪婪地看着关内的土地。江疏言，你以为你赢了，温家没了，我就让这天下为你陪葬。我没理会他的叫嚣，目光落在他身边那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身上，那身形太熟悉了，熟悉到让我感到恶心。他缓缓摘下面具，露出一张被烧毁了大半的脸，竟是本该死在牢里的温景然。原来他一直没死，而是通过柳若烟勾结了胡人，想做最后的困兽之斗，把真正的布防图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杀光这城里的百姓。火光冲天，山谷变成了人间炼狱。温景然和柳若烟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冲天的火浪吞噬。我看着他们在火中挣扎，前世被虐待致死的画面终于一点点散去。随着顾燕晨的一声令下，胡人大军溃不成军，北京的危机在这一夜彻底解除。战后，顾燕晨带着我站在长城之巅，夕阳洒在雪原上，美得让人想哭。他拉着我的手，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温柔。等回了京，本王就请旨立你为正妃，这天下本王守着，这江家你守着我。我靠在他的肩头，心里从未有过的安宁。回京后，皇上嘉奖江家救国有功，赐了天下第一商的牌匾，从此再没人敢提我客死接生婆的传闻。温家和皇后彻底成了历史，而江家在我的经营下，生意做到了大江南北。几年后，肃王府的后花园里，顾流云已经长成了英气勃勃的少年，正领着我的亲生儿子在练剑。顾燕晨坐在石凳上，虽然依旧冷着一张脸，但眼神里全是宠溺。娘，你看我这招燕归巢练得怎么样？好，等你练好了，娘带你去北京看雪。我心里满是感激，前世的我卑微到了尘埃里，最后惨死床榻，而这一世，我靠着自己的胆识和金钱，不仅保住了全家，还找到了一个能护我一生的男人。我转头看向顾燕晨，他刚好也看向我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世间的财富再多，也抵不过此刻的岁月静好。